大家早安！我们现在又来到宜兰了。那现在是在头城的新的星巴克。那我们今天来到头城是为了要去大溪渔港买海鲜。现在才早上9点18分，那渔获要到中午过后才会有，所以我们现在是一个无所事事在闲晃的状态。然后想要跟大家讲一下，如果你是拉面的粉丝的话不用看影片了，没有啦。就是拉面今天其实他没有来，因为天气太热了，那要去渔港要带拉面其实有点不方便，所以我们就决定不带它了。这间星巴克还蛮漂亮的，那蛮推荐大家来看看的，就是一个阳光很好、很 cozy 的氛围吧。那我们现在先来喝一杯咖啡吧，我需要先醒神一下。一杯是燕麦奶抹茶拿铁，然后一杯是热美式，所以可以先喝一杯抹茶的。然后再喝一杯黑咖啡，赞赞！你干嘛不理我啊？我这样很像在唱独角戏耶。很辛苦了。还有卖澳洲炸鱼薯条，我们等下可以吃吗？好，试试看。就先去。如果跟其他地区比的话，宜兰算是平均都有啦。最大的4个区域。旺旺，谢谢。哎 ，hello， 那是小帅哥哎。为什么它的名字要叫费雪奇普士？好可爱哦！老爹的尾巴。最后决定在树下乘凉一下，真的太热了，暴汗。我们先来见习一下，我下个月要来这里冲浪，应该是这里吧？还可以打沙滩排球想要 Top Gun。Top Gun 可是又没有帅哥。可能有。对，他让太看。现在还蛮多人的，我看到大家在冲浪后，我觉得自己有点担心会变成。这是我朋友的那个拖油瓶，所以我们今天特别来这里看一下，但看也没有用啊。你觉得我是雷包吗？他点头多担待了，多担待了。就姐姐谢谢你啦，多担待哦。
家食府提供的是很传统、古早味的宜兰小吃，我们吃了后觉得还蛮精致的，而且也很好吃，非常推荐给你们哦。我们现在来到大溪渔港了，你要不要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今天会来大溪渔港？今天我要下厨煮饭给我老婆吃。那为什么要煮饭？因为今天是我们不是今天8月25号是我们日17周年。每一年的这个时候，你没有？好啦，大部分都会来大溪渔港买海鲜，然后煮一餐海鲜给老婆吃。他1年只煮1次啊，所以能不能是我真的不知道。我们先一起来看他买渔货吧。据说你有做笔记哦。有，我可以看一下吗？我有做笔记。好，他现在按照他的笔记去买才买。我们今天算是很早来的，现在才1点还不到，第一次那么早来。现在还有很多摊还没有开始，就剥开来而已啊。然后挖来吃吗？对。看你啊。这个外吧。係嘛？你啲係嘛？你可以睇。这2次好不好？10块而已。好，谢谢。自己杀好不好？我自己上。我自己上。这好不？这啦，超市只要5块呢，这200，这买200嘛，进去600啊。它会有一个淡淡的奶香味。那如果以香气跟浓度来讲，它紫海胆的香气比较高，啊，甜度来讲嘛，这样甜度比较高。好帅哦！他还在动哎。这里是沙西米的那种礼物。我们大约半个小时就搞定所有事情了。辛辛苦苦拿了1包海水，然后而且海水还假的，天哪！好，海胆先看。可怜的海胆，连水变少了。不会，等一下冰块还有。虾子不要解开。鱼，竹夹鱼。没拉拉呀。没有。今天我准备这个盐巴大概是可以20公升的清水，但是因为他都给我海水了，所以就不用那么多。我们这一台车已经变成那个渔货车了啦。哦，冰呢？好 ，OK， 搞定喽。搞定。那待会见喽。大叔开始备料后，就把自己搞得人仰马翻的，仿佛一开始的海水打翻，早就预言了他今天的下厨并不会太顺利哦。我们来访问一下主厨好了。你现在心情如何？这个
事前要很多准备动作，奋战了超过2个小时。是哦，而且换个角度来讲，就是工具也是很重要。今天居然把刀子切断了，那个实在太厉害了。这个是我第一次什么事情都会遇到，这个超这个蛮好笑的。主厨你辛苦了啊！谢谢，总算打完仗，不辛苦了。好，我必须要先说一下为什么我后来整个过程其实没有录了多少东西，因为真的就是只能用2个字来形容：混乱。混乱，就是他杀鱼杀到一半，还没有一半吧？他刚开始杀鱼就把刀弄断了，而且那整个刀还掉到地上，我有点怀疑说他是借着那个刀断掉，想要杀了我跟拉面这样子。拉面如果在地上徘徊，可能就会这样子被有狗肉吃了这样吗？对。今天真的很多不顺。他今天真的很不顺。最傻眼的一件事情就是，我们买了一颗250块的海胆，准备回来自己剖自己吃这样。然后结果等他发现海胆的时候，最好吃的东西都吐完了。然后结果我们杀了后，发现那个海胆真的已经不能吃了，已经是空的了，很苦。你有吃到苦的吗？我有吃到苦，所以我赶快去吃芒果啊。我没有吃到苦，超恶心的。但是基本上是没有东西可以吃的这样。然后再来是什么？啊，他原本打算做一堆的综合生鱼片，结果到最后就只有这样子。哦，但是这个好吃哦，这很好吃啊！这是竹夹鱼，然后是拌葱花紫苏和。没有，为什么会到最后只剩下这2个生鱼片呢？应该也是我贡献的原因吧。因为他吃了海胆以后就说不要再吃生鱼片了。没有，我看到他，我有点怀疑他的胃水。哪有？我有在注意。好，应该是说，其实生鱼片真的是要弄蛮久的。然后我有点觉得说，你已经弄了那么久了，是不是我应该弄简单一点？而且我怕等一下真的我们吃太多生鱼片，然后可能就偶一这样子，对面挂急诊那样子。刚好医院就在对面。好，我们应该就是纷扰扰这样。我觉得总算还是过去啦。今天是我们交往周年纪念，今天就好像这7年的缩影吧。然后又很混乱，又喊打喊杀，有就是很想把对方掐死，但又忍下来。对。然后到最后，然后又可以还不是有饭吃，然后还可以就是这样子，装得美美的这样子。光鲜亮丽的干个杯，对，这不是婚姻吗？对，下面暗潮汹涌的，表面光鲜亮丽，但事实上其实可以啦，我们很好的，不要担心。没有，重点是2个人都可以找到一个平衡点，所以后来我们就是决定我不录了，他也不想被我录，因为我觉得不习惯被录的人，或者是不习惯去录别人的人，要一起工作其实是很辛苦的，所以我们真的就是放弃了，不要录了。就是我偶尔进去厨房帮忙洗碗一下，帮忙递个东西就很好了。你就1年1次主妇，所以你才会那么混乱。你以后应该要多煮一点。你要吗？不用了。我真的觉得婚姻就是这样子，就像今天一样，就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专长的地方，所以我们只要把自己的地方 take care 好就好。对，千万不要勉强另外一个去做他不是。我没有勉强你，是你想要表演，所以我成全你。没有，我表演，但是我只要下一次，我只需要端出美美的一盘就好了。我真的觉得我不要去录你，因为我觉得大家都很压力。对啊。你压力，我也压力。我们真的差一点就是擦枪走火了，但是我们都忍下来。下一次我准备一道美美的一道菜给你。对。中间你都不要录，就变出来了这样。来叫我来，宝贝来吃饭啦。对。吃饭了。然后那时候我还穿西装燕尾服这样子。
哎，你看10点才上菜，是这样法国人，法国人。对。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。你想要看到他煮饭，应该要1年后吧，或者是我可以熬他我生日的时候煮吧，但我不确定他会不会煮。那我们就下次见了 ，OK， 拜拜。老婆，我来帮你剥藤壶哦。我们用剪刀把它剪开就好了。你会不会把我剪刀剪坏？没关系的，剪刀很坚固的。这把贵。是啊。哎呀啊！整个拿去了。很好吃哎。这样好吃。我下一次等到藤壶的季节开始的时候，我们就去买。现在有点季节。哎，你手流血了。帮老婆剥藤壶，剥到流血，好伟大。